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4級考前輔導課程。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4級考試，從而在考試中獲得更高的成績。那我們都知道 HSK 4級考試有3個部分，那分為聽力、閱讀和書寫。我們也是按照這3個不同的部分進行這個課程。同學們可以跟着我們一起學習聽力、閱讀和書寫要怎麼去準備，要怎麼去回答問題。好的，那麼如果同學們有更多的時間，也可以比如說先聽閱讀，先听書寫，這個都是可以的。那現在呢，我們先要來看聽力部分。好的，我們可以看到聽力裡邊有3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10個題，第二個部分是15個題，第3個部分是20個題，一共是45個題。那時間呢，大概是30分鐘。好的，那現在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部分的听力。那听力的第一部分呢，一共有10個題你可以看到這個句子，你一共可以看到10個句子。那這10個句子的後邊呢，都有這樣的2個符號一個是對號，一個是錯在漢語裡邊呢，這個表示的是錯。好的，那你看到這個句子以後呢，你可以聽到一段錄音，大概是3到6句，是一個小短文，一個 short paragraph 一個小短文。那麼讀的時間呢，大概是20秒左右，因為有的時候是3句，有的時候是6句。那麼讀完了以後，他會讀一下這個句子也就是說呢，有的同學會擔心，老師，我在看到這個句子的時候，我不認識，怎麼辦？不用擔心，他們還會把這個句子再讀一遍，所以你可以再聽一遍這個句子是什麼。那他讀完這個句子以後呢，有10秒鐘的停的時間，10秒 10 seconds 10秒的停的時間呢，你可以做什麼呢？你可以選擇這個句子是對的還是錯的。那選擇以後呢，如果你還有時間，你可以看一看下一個題目它的句子是什麼。好的這個就是我們的聽力的第一部分的題目我們一起來試一試，看一看這個。你可以看到一個句子，然後你可以聽到1. 愛情是照亮生活的陽光，但不應該成為我們生命的全部。愛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好的，那你看到了一個句子，你聽到了一個男人，他說了幾句話，然後你聽到了一個女人，她讀了一下這個句子。那麼按照男人說的話，這個句子對還是不對呢？如果你覺得對，那你就選擇這個；如果你覺得錯，你就選擇這個。好的，這個就是我們聽力第一部分的題目，要做的題目是這樣的，一共是10個題。好的，那我們現在呢，要說一下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不管是听力的第一部分，還是第2部分，還是第3部分，我們都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們一定要先看題目。我们一定要先看题目。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個句子是預測很重要。什麼叫預測？預測的意思是我看到這個題目，我可以猜出來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我應該聽什麼
這個叫做預測啊，就是還沒有發生，但是我已經猜到了。那麼在做聽力練習的时候，預測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啊，它可以幫助你更快地找到答案。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在 HSK 4級考試的時候呢，有2種考試的形式。第一種就是紙筆考試，也就是說，在考試的時候，你可以拿到卷子，就是幾張紙啊 paper， 那還有你要帶筆，那你要看這個紙，然後呢選擇答案。那也就是說，你可以一次可以看到10個句子，你都可以看到。那麼你可以一個一個的去看啊。那麼還有一種是電腦的考試，我們叫網考。在網考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page 啊，這樣的一個頁面。那在左邊呢，1、2、3、4、5、6、7、8、9、10，這個是什麼呢？這個就是題號啊，就是題目的號碼。那你如果點1，你可以看到第一個句子；你如果點2，你可以看到第2個句子。那大家要注意的是，紙筆考試你可以一次看到幾個句子，但是在電腦考試，也就是網考的時候呢，你一次只能看到一個句子。比如說呢，我們如果看到這個，它一共是27秒，那後邊的10秒的時間呢是停的時間，它還在這裡，它還在這裡。那如果你想看下一個題目的話呢，你一定要點一下第2個題目，然後才會進入第2個題目。所以這個呢，要請大家注意一下，大家不要等着，不要等着它過了27秒以後跳到第2個 ，jump to the second one。你要自己點 second one， 自己點第2個，然後先去看第2個的問題是什麼。那我們大家知道呢，在讀完短文以後，讀完句子以後，會有10秒的時間 ，10 seconds 10秒的時間呢，你可以回答問題。但是我建議同學們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其實只需要3秒，最多5秒的時間，不需要很多的時間。那還有5秒或者7秒的時間，你就可以去看第2個問題了。如果你是紙筆考試，你直接 directly 可以看到第2個句子。但是呢，如果你是電腦考試，你需要自己 click， 你需要自己點一下才可以看到第2個問題如果你不點，要等10 seconds 10秒以後，這個 page 才可以跳到第2個題目裡面去。所以這個就要求大家，如果你選擇了網考，你一定要5秒鐘做完它以後，馬上去點第2個問題。這個是大家需要特別注意的。那現在呢，老師一直在說，你一定要先看問題，先看句子。那這個真的有用嗎？真的非常有用。我要告訴大家，大部分同学在聽了我們的課程以後，他們在做題的時候發現，如果先看題目，那回答的時候就會更快，而且更對那麼這一點呢，也證明了，就是老師告訴你的這個方法是非常非常有用的。那之後呢，我們會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在提前看的時候，你要看什麼你要看什麼？好的，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還是剛才的那個句子。那我們說要看 keywords， 什麼是 keywords 關鍵詞。那在一個句子裡邊，一定有一個部分，它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們在聽的時候要去听的內容因為我們剛才說過呢，它有3到6個句子3到6個句子 information 信息非常多。那哪一句是最重要的呢？
我需要認真的聽一下才能知道。所以呢，我要聽什麼呢？那我如果先看一下句子，我就知道我應該要聽什麼了。所以呢，先看句子，預測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句子，愛情不是生命的全部。那這個句子裡邊最重要的詞是這個不是，不是。那愛情是生命的全部，還是愛情不是生命的全部？這個是我們的這個問題最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們的 keywords。所以在聽的時候，你要認真的去聽，認真的去想，是還是不是啊？這個就是我們聽的時候最重要去聽的部分是什麼？所以呢，如果你先看了這個句子，你就知道我應該去聽什麼。那在聽的時候，你會更容易找到你要聽的那個信息。所以呢，這個方法是非常有用的。那現在我們再來聽一遍。一，愛情是照亮生活的陽光，但不應該成為我們生命的全部。愛情不是生命的全部。好的，那麼同學們，你們聽到了以後，有沒有答案呢？你可不可以告訴我，應該是對的，還是應該是錯的呢？我相信大家聽完了以後，都可以有一個答案，有一個 answer。那麼現在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聽到了不應該成為生命的全部，不應該成為生命的全部。那麼答案就是對的，因為不應該成為意思它就是不是生命的全部。那麼在你听的时候，你可以注意到这一个，那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你可以知道它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大家可以知道，提前看句子是非常有帮助的。那如果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不看，我一边听一边看，可不可以呢？那这个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你很难 concentrate。在汉語裡邊，在 HSK 4級裡邊，其實聽力有的是非常難的。那麼如果你不提前看這個句子，你一邊看一邊聽，常常你會就是 miss， 你會漏掉，你會錯過非常多的重要的 information， 因為你覺得每一個句子都很重要。那如果有一個句子你沒有聽明白，那這個所有的句子對你來說都是不清楚的。那你在選擇的時候，你會覺得沒有辦法選擇。所以呢，這個就要求大家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先看句子，先看 ABCD， 然後再來聽，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記住這一點。好，那現在呢，我們要告訴大家，在讓你老師跟你說了，你要先去看句子，那看什麼？什麼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才是 keywords？ 我們一起來學習一下。我們首先呢，看一下第一個。那第一種 keywords， 我們說關鍵詞呢，常常是了、過、不、沒有，就要什麼什麼了這些詞。那如果你在句子裡邊看到了這些詞，那這些詞都是 keywords， 都是最重要的。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句子我們看了 HSK 很多年的這個考試，我們發現如果這個句子裡邊有了、有過、有不或者有沒有，就要什麼什麼了。他常常會問你的是他做了還是沒做。It happened or not? You have or not? You are or not? 所以呢，這樣的information 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聽的時候也是最重要的，你要去聽 happened or not。所以呢，我們要跟大家說的是，如果在句子裡邊看到了這樣的詞，
它們是最重要的或者是你听到了，那它也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前边这几个詞都很簡單，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個。很多同學在學習的時候呢，老師會告訴他了是 past， 但是呢，我現在要告訴大家就要什麼什麼了，不是 past 這個我不太清楚不太確定大家是不是知道這個詞的意思，所以現在老師要跟大家說一下，就要什麼什麼了，它的意思是 is going to happen， is about to happen意思是以後馬上會發生的事情。比如說呢，現在是5點50分，5點50分。那我們大家都知道呢，6點銀行關門，6點銀行關門。那麼現在是5點50分，我跟我的朋友說我想去銀行，我的朋友說你不要去，我說為什麼？他說銀行6點就要關門了。那現在還沒到6點，銀行6點就要關門了，意思是10分鐘以後馬上就要，但是 not yet 還沒發生。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說聽到了一定是 past， 一定是 happened， 就要什麼什麼了，是 it's about to happen in a few minutes 在很短的時間內，可能是可能是5分鐘以後，10分鐘以後，當然也有可能是下個月。比如說我的朋友下個月就要結婚了，那下個月這個時間其實跟結婚比的話，這個時間不是很長我們也可以用就要什麼什麼了，那這個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現在呢，我們一起來做一下這些題目，看一看了、過，還有沒有，還有還沒，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那先看一下第一個，經理發現了小王的一些缺點，所以你要去認真的去聽，發現了還是沒發現，這個是最重要的。那現在呢，我們來聽一下。3，昨天的面試，小王給經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有禮貌，有信心，有能力。經理幾乎沒發現他有什麼缺點。經理發現了小王的一些缺點。好的，那麼大家知道你聽的時候聽到了4個句子以上，可能是4個句子，但是你發現在裡邊只有1個句子是最重要的那麼就是這個經理到底發現了還是沒發現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聽到正確的答案是什麼就是他沒有發現但是沒發現小王的缺點。所以呢，這個句子是錯的，這個句子是錯的。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錯的。好的，那麼大家可以發現，如果我先看了這個句子，我在聽的時候，我知道我應該聽什麼，那我很容易就找到答案，找到這個 answer。所以呢，大家在這個題目的時候一定要注意。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第2個，他說女朋友聽過這個笑話，所以問題是女朋友聽過呢，還是沒聽過呢？大家要注意聽。4，第一次和女朋友約會的時候，他有點緊張，於是他決定主動講一個笑話。剛講了一半，女朋友笑着說：“這個我聽過。”女朋友聽過這個笑話。
好的，那麼你覺得是聽過呢，還是沒聽過呢？答案非常明顯，那就是聽過，因為女朋友笑着說：“這個我聽過。”所以你知道最重要的信息在哪兒？就是在那個句子上邊。所以你聽到了以後，馬上就可以選擇這個句子是對的。好，那現在我們來看第三個句子是他沒有翻譯第二部分。他沒有翻譯第二部分，所以翻譯了還是沒翻譯，你要去聽一下。好5，刘律師，您的材料我已經翻譯完了，不過其中第二部分有一些專業知識我不太了解，您看翻譯的是不是準確？他沒有翻譯第二部分。他說第二部分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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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看我翻譯的準確不準確？那他翻譯了還是沒翻譯呢？我相信如果同學認真聽了，認真看了，那一定可以知道這個句子是錯的這個句子是錯的，因為他翻譯了，所以他問劉律師：“你看我翻譯的準確不準確？”所以呢，這個是錯的。那我們來看最後一個，第4個是飛機還沒起飛。飛機還沒起飛，那它是起飛了還是沒起飛？我們要一起來聽一下。現在開始第1題。1，乘客您好，我們很抱歉地通知您，由於天氣原因，您乘坐的 CA1864 航班推遲起飛。飛機還沒起飛。好，那麼你聽到了推遲起飛，那麼是已經起飛了還是沒起飛呢？那大家都可以找到答案這個意思是沒起飛，句子是对的。那麼我們看一下大家如果先看了句子，你就知道最重要的部分是什麼，然後你听的時候，你就知道你應該重点去听什麼，所以你会更容易找到答案。我們說過呢，在這個部分的聽力裡邊，句子常常是3句到6句，但是真的有用的句子可能只有1句或者2句。所以呢，大家如果都去認真的聽，可能会漏掉了最重要的信息。但是如果去聽重要的信息，那更容易找到你要的東西。所以這個大家通過練習也可以發現，這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好的，那麼現在這個是我們的第1個 keywords， 就是了、過、不、沒有就要什麼什麼了，這是第1組 keywords。那現在呢，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第2組 keywords。我們說呢，在漢語裡邊 verb 的後邊呢，常常有一個 complement 有一個補語。那在動詞的後邊，它會告訴你這個動作最後有一些什麼 result， 還是說有一些什麼情況。那常常在 verb 後邊有一個詞。那麼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 verb 後邊這個詞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如果在句子裡面看到了這樣的詞，你就應該知道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好，我們現在呢一起來看一下第1個句子。第1個句子他說呢，服務員京劇唱得很好。那這裡呢，唱得很好，
我們就要去想，這個問題應該是他唱得好還是唱得不好。所以我們要去聽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去听他唱得好還是唱得不好。所以大家知道了應該聽什麼，那大家也很容易找到那個最重要的信息。我們一起來聽一下。6. 讓人吃驚的是，這位服務員的京劇竟然唱得非常好。要知道，他只是跟着電視學習京劇，從來沒有接受過專門教育。服務員的京劇唱得很好。好的，那大家一定聽到了那個句子，服務員京劇竟然唱得非常好。那答案當然應該是對的應該是對的。所以大家提前看了這個句子，你知道應該去聽好還是不好，那你聽到了非常好，OK， 後邊的就不重要了因为後邊的句子其實有一點點難，你可以不聽了那因為你已經聽到了答案，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complement， 好還是不好。那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個句子，那本小說他讀完了。那讀完了，完是什麼呢？完是 result， 是 finish， 是讀完了還是沒讀完那一定是他讀了一本小說，那這本小說是讀完了呢還是沒讀完呢？這個是大家應該聽的最重要的信息。我們現在呢一起來聽一下。2. 黃老師，對不起，您借我的那本小說，我還剩最後10幾頁沒看完，我月底前還給您，怎麼樣？那本小說他讀完了。那你聽完了以後發現他讀完了嗎？還是沒讀完呢？對，答案是他沒看完。他說還剩10幾頁沒看完，那當然就是沒讀完，所以答案應該是它是錯的它是錯的。那麼這個大家要注意的是，裡邊有一個意思差不多的詞，意思差不多的詞，他說的是他讀完了，那你聽到的是我還沒看完。所以在看一本書的時候，我可以說看，也可以說讀，所以呢，這個就是意思差不多的詞。那這樣的詞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能夠學習和準備一下。那我們最後呢會給大家講一下，在 HSK 4級裡邊，你常常可以看到的那個意思差不多的詞和意思完全不一樣的詞，我們會給大家介紹一下。但是呢，我們希望同學們在準備 HSK 4級考試的時候呢，要自己先要學習一定要注意這個詞和那個詞的意思差不多，那是不是完全一樣呢？哪裡不一樣呢？你自己一定要去學習一下。好的，那然後我們現在來看第3個句子，他說那篇文章寫得很精彩。精彩是什麼？意思是很好。我們常常說文章很精彩 ，article 非常精彩。我們也可以說比賽非常精彩 ，match。也可以說什麼呢？演出非常精彩 ，performance 非常精彩所以精彩是一個很好的詞。那麼有一個人寫了一篇文章，那他的文章是很好呢，還是不太好呢？精彩還是不精彩？我們需要去聽一下。好的。10. 這篇文章你還得拿回去好好改改，主要是內容有點亂，重點不夠清楚。
另外，有幾個句子還有語法問題。那篇文章寫得很精彩。好的，那聽完了以後，大家覺得答案是對還是不對呢？我相信有的同學聽到了一個詞叫問題，語法問題，有幾個句子還有語法問題。那有問題的話，能說精彩嗎？不能說精彩。所以呢，這個句子應該是錯的啊，應該是錯的。那麼還有，如果有同學聽得很認真的話，會發現這個人他說了文章的很多問題，對嗎？你得拿回去改改啊，內容有點亂，還有語法問題，那一定是不好的啊，所以它是不精彩的。但是同學，如果你沒有聽明白前邊，你聽後邊也可以。如果你沒有聽明白後邊，你聽前邊也可以，它是有問題的，所以呢是不精彩的。那麼這個你如果先看了這個句子，你會很容易判斷出答案來。但是如果你沒有看，那麼你再去聽，一邊聽一邊看的時候，你可能就會有點亂了啊，就可能不一定能夠聽出來答案是什麼。我們現在來看第4個，他說地址填錯地方了，地址填錯地方了，就是我們知道我們如果要寄東西，要 send something 比如說 in post office， 在郵局，如果我們要寄東西，或者呢現在呢我們都用那個 deliver 就是快遞比如說什麼 EMS 呀，或者是順豐你用快遞去寄東西的時候呢，他會給你一張單子，你要去寫你的地址，還要去寫別人的地址，就是你送給誰他的地址，你要去寫一下。他說呢，填錯了填錯地方了。那是填錯了嗎？還是沒有填錯，寫的東西是對的呢？那我們一起來聽一下。7. 先生，您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地址填反了，這兒應該填您自己的地址。我再給您一張單子，您重新填一遍吧。地址填錯地方了。好的，那聽完了以後，你的答案是什麼呢？我相信很多同學應該可以做對。那這個句子是對的，是填錯地方了。為什麼呢？因為您把收件人和寄件人的地址填反了什麼叫做寄件人？就是如果我要給我的朋友寄一個東西，我就是寄件人，我的朋友呢，他是收件人，是 receive 的人，我是 send 的人，他是 receive 的人。所以呢，填反了您的地址应該填在這兒那意思是你填錯了，對吧？這個是填錯了，寫反了opposite 那麼如果我先看一下這個句子我很容易去想，填錯了嗎？還是填對了嗎？那你看他說你重新填一張，那意思是肯定是有問題，肯定是填錯了。所以3個句子或者4個句子都告訴你這個 information， 那麼你只要聽明白一句就可以了那這個是我們的這個 complement。所以同學們要注意，在你看句子的時候，如果有 verb 後邊一些 complement，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那最重要的部分很有可能就是這個部分。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就是大家如果要在做聽力第一部分的時候呢，要先看句子，要先看什麼？第一個是 complement， 那我們也跟同學們說過，還要看了、過、不、没有就要什麼什麼了，這都是非常重要的。當然了，
還有很多別的非常重要的 keywords， 那我們一會兒再來學習。我們首先呢，先休息一下，然后我們再來看，除了这個以外，還有哪些 keywords 我們應該要注意。好的，那我們休息一下吧。